给我瞄准了打！双手的呼顶。被揍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邱建良这一脚的伤害究竟有多大，轻则肋骨断裂3根，重则陷入昏迷，小命难保，困扰世界冠军多年的失眠，只需邱建良一脚就可以药到命除。不管对手有什么疑难杂症，邱建良的神龙摆尾绝对不会让患者失望，同时也可以做到专治各种不服。日本拳王也好，各国的世界冠军也罢，或者是世界排名第一，坦克邱建良通通照打不误。只要他们敢来到中国，邱建良会用一招神龙摆尾打得各国冠军屁滚尿流。今天就给大家带来邱建良最经典的2场比赛。首次遭遇的对手就是来自泰国国宝级拳王肯姆，他可是羽量级世界排名前3的顶级泰拳王，实力强大，心思缜密，动手能力极强。这一次与邱建良之间的斗争，是肯姆唯一一次可以晋升排名第一的机会。要是错过了这一次机会，恐怕肯姆2年内都无法上升排名。对于邱建良来说，肯姆是一个很难翻越的大山，排名前10遇到排名前3，邱建良自身的压力本来就大，再加上拳迷粉丝都不太看好邱建良，这并不能怪观众对邱建良的不信任，只能说肯姆的实力相当之恐怖。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邱建良是中国智商最高的搏击选手，碍于肯姆的实力过于庞大，一上来邱建良率先开始围绕肯姆转圈圈，反观肯姆直接火力全开，时时刻刻都在紧盯邱建良一举一动，随时都能给邱建良一套不解释连招。然而邱建良虽然排名没有肯姆靠前，但邱建良又不是傻子，在没有完全熟悉比赛节奏之前，邱建良绝对不会和肯姆展开对抗。目前像我们这个万明阳的 CEO， 我们的这个勇士系列赛的赛事总监郭振东先生所说的是2个排行，一个 Press Combat 目前是给到邱建良是世界第3，那 Liver Kick 给到了第2。其实这个都不重要，邱建良马上要挑战目前的公认第1考菲尔泰斯。这个听起来还是我们在17年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是的，邱建良是一个很快邱建良就被肯姆所压制，肯姆的压迫感实在是太强大了。不过这些进攻并不能给邱建良带来太大的威胁，除了能压制住邱建良以外，其他并不能让邱建良产生畏惧。邱建良可是攻防兼备的重型坦克，不管是被压制还是压制对方，都能灵活与对手展开迂回拉扯。是一个非常会用脑子打拳的这样一个选手。没错。作为 Kim， 我们看到这个 Kim 的技巧呢，一直都是这种朴实无华的这种技巧，但是非常的有效率。他曾经赢过花招拳王单猜 ，DKO 过肖沙口，而且2胜过法比奥平卡，还胜到在我们的荣耀比赛中呢胜了小虎，还赢过这个胡亚飞啊。那么邱建良呢，也是用了4年的时间，是把自己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世界高度。肯姆所给予的压制力非常强大，无时无刻都在给邱建良制造麻烦。反观邱建良每一次都能利用灵活的步伐躲避肯姆的压制，面对肯姆所实施的任何动作，邱建良照样能做出相应的反击与防守。一场一直等到了2016年，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的一个多年心愿达成的这样一场比赛。是，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打斧打到了。邱建良一招神龙摆尾彻底摧毁了肯姆，世界排名前3的选手就这么倒了下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这种情况一般分2种，一种是直接疼晕了过去，还有一种是肋骨受到了严重创伤，不能随意挪动身体。对于肯姆来说，每一秒都是一个煎熬。最终经过裁判的读秒，肯姆丧失了比赛资格，邱建良获得了胜利。好像转身的后蹬啊，好像都合理，太漂亮了！结束了肯姆在中国的不败的记录。我们想到了，有可能邱建良会其实在这一个回想到肯姆有可能。接下来这位选手比肯姆还要恐怖，他叫肯姆罗宾，来自德国，是羽量级世界排名第6和第5。肯姆罗宾的比赛战绩差不多是一半胜利一半失败。为什么还会在排名前5的位置？那是因为肯姆罗宾的 KO 率高达 90%， 不是被对方 KO 就是肯姆罗宾 KO 对手。至此肯姆罗宾用了最简单的方式跻身排名前5。对于邱建良来说，此场比赛还是比较艰难的。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肯姆罗宾一上来就开始晃来晃去，试图干扰邱建良的视野和心态。反观邱建良也在一旁晃来晃去，看来2位都是有走性选手，并不会实施太过频繁的拳脚组合进攻，但所实施的单击动作绝对是势大力沉。然而肯姆罗宾已经在德国开创了一家武馆，他希望自己可以一直打到35岁并且不退役，这样才能给武馆带来最大的收益。击败邱建良是肯姆罗宾一生的梦想，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即便比自己大了8岁的对手也是小迷弟。神吧，是，哎，在这个邱建良呢，本人是做泰拳选手的，但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比赛中呢，他认为这个泰拳和自由搏击更像白酒和红酒啊，大同小异，因人而异，各取所需。整个格斗啊，他希望能探寻到自己独特的、具有泰拳风格的自由搏击风格。对，目前这个阶段呢，邱建良已经到了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因为他要把他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慢慢修正返璞归真。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局面压制上，邱建良的灵活程度不言而喻，不管是展开对拼还是迂回拉扯，脚底下就跟踩了风火轮一样丝滑。这种经典的围绕式打法也是邱建良所发明。看似是肯姆罗宾在压制着邱建良，即使邱建良时时刻刻都可以发起反击，甚至可以直接将比赛节奏从肯姆罗宾手中掠夺回来。在肯姆罗宾心中，邱建良是谁也不可超越的神。真要是击败了邱建良，肯姆罗宾将会成为德国群众茶余饭后谈论的对手。好，这个看到德国选手其实，哎呦，双方啊这都比高了，高来高去。邱建良现在又开始进入自己的这种节奏，前后的直拳接低扫，前后的直拳接高扫接拳，非常漂亮。对。有一个叫 body kick 先打腹部再打头部。我们可以看邱建良在出低扫的时候呢，这个前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掩手的动作这是他泰拳的一种痕迹。但是刚才的一直处于主动进攻一方的肯姆罗宾，非但没有拿到比赛优势，而且还被邱建良全方位吊打，完全没有任何反手之力。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邱建良很快就改变了原有的作战计划，开始增强进攻攻势，猛压肯姆罗宾内围做动作，长一些。对，但是还没有发威这位选手的这个战绩非常平均17胜15负，是一个胜负参半的一样漂亮。哇，一脚吃大我个人不建议邱建良多用这种转身型的腿法，因为转身和腾空腿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面对像罗宾，我们可以看到邱建良已经打了多组进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这个阵地，保持得很稳健。哇，他有一个转身够踹以拳法而言，在此之前，肯姆罗宾不是挺厉害的吗？追着邱建良就是一顿乱揍。现在看来，肯姆罗宾也不怎么样，连续的重拳很快就把肯姆罗宾的脑袋打麻木了。比上一回我们的白俄罗斯的安德烈古拉宾对战我们的铁英华。那刚刚看到邱建良的一个高扫，有点像放上去的感觉这样的话对于罗宾攻击力破坏力有点不足。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邱建良在第一回合的斗志这个拳集中这个高强的出色，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肯姆罗宾的步伐开始动起来了，而且这一次Kim Robin 的一个头部的一个漏。第二回合开始了，第一回合后半段的肯姆罗宾漏洞百出，最终被邱建良找到了一个防守漏洞，脑袋挨到了很多次重击。到了第二回合的肯姆罗宾很快就修复了漏洞，并再次拿到比赛主导权，继续对邱建良采取强制性压制。不管有没有机会，肯姆罗宾都会义无反顾猛压邱建良。反观邱建良可是中国搏击界的大神，岂能轻易让一个德国泰拳冠军所压制？除非邱建良是在酝酿一个准备 KO 肯姆罗宾的计划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做太多的耍宝动作，因为在转身、旋风、腾空这3种动作里面呢，你在实施动作的同时，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对手，并且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对，等到对手没有战力的时候再来这一招对方并不是没有能力击倒你，而且对方依然在蓄着能力，相对来说，对方的体能应该比邱建良要好一些。而且单纯一点，你在空中我轻轻一推，你就会飞得很远了哎呦跌倒这个不要逞强他对这一招不太。邱建良的密度提升了不少，在邱建良出拳期间，肯姆罗宾根本不敢放下防守脑袋的拳头，要不然邱建良的那些拳头将会增加力度，全部打在肯姆罗宾的脑袋上。面对邱建良的穷追猛打，肯姆罗宾照样不服输，照样对邱建良发起相应的防守反击。这个罗宾的一个进步，可以说邱建良现在已经把这个气势整个打出来了。如果罗宾不打出重击或者改变邱建良的节奏，那邱建良将一直这样保持在最后一回合。又是一个飞膝双飞膝。那像蔡老师，您看这个罗宾到目前为止虽然阵脚压得很稳但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有效打击，他应该在哪些方面对邱建良进行打击？如果要这样玩的话，就做膝击他也没有做他报完就等裁判来这个高潮
肯姆罗宾的比赛不是被 KO 就是 KO 对方，所以实施的招式基本上都是奔着 KO 邱建良去的。不过在肯姆罗宾准备 KO 邱建良的时候，肯姆罗宾自身的防守漏洞就会扩大很多，这就导致肯姆罗宾被 KO 的几率也增加了不少。就算突进了邱建良的内围，肯姆罗宾也不太敢实施幅度太大的动作，生怕邱建良寻找到防守漏洞，实施一波接一波的猛攻。一方面，罗宾在这个身高臂长上比邱建良高呢，邱建良打进去以后呢，对罗宾就不利了。对他只是把自己送过去啊，给这个邱建良打。如果是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的吉祥啊，包括典英华是自由搏击的这种立体进攻，那么邱建良就是把泰拳演绎到极致的自由搏击的立体进攻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真的是力度跟速度都做得非常好，特别是把泰拳的那种硬打得非常的出色。而且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泰拳了肯姆罗宾，我们看肯姆罗宾还有没有？第3回合开始了，肯姆罗宾的害怕现象越来越明显，甚至不敢对邱建良发起进攻，只敢抱着头贴近邱建良内围挨揍，并不敢靠近邱建良内围实施进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肯姆罗宾距离输掉比赛越来越近了。不成功变成人，不错啊！肯姆罗宾的这个打击密度明显没有邱建良大，邱建良就像在用这个小刀一刀在割这个肯姆罗宾的肉一样。是小刺刀啊，刺进身体里面了不是只有割表皮没错，伤到了内脏啊。和邱建良对战的选手几乎都差不多，每一个都是率先猛打猛冲，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之后，还不是被邱建良追着暴揍。看来每一个人都存在侥幸心理，都想在邱建良不熟悉比赛节奏的第1回合将其击败。殊不知，这些小伎俩早就被邱建良识破。这个泰克迪纳高手都被这个邱建良躲掉了。肯姆罗宾呢，目前为止如果还要保证这个限制频率，非常好，非常漂亮的动作，用脚跟最终困扰肯姆罗宾多年的失眠被邱建良一脚治好，保证以后不再犯。别人都是要到命除，邱建良则是要到命除。挨到这一脚的肯姆罗宾出现了短暂失忆，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刚一抬头，一个大脚丫子就飞了过来。其后肯姆罗宾就陷入了短暂昏迷。光有波球和一龙，还有更加出色的其他选手。我们的观众后脚跟这个动作简直就是教科书般的转身后扫腿。对，不是一般跆拳的这种用脚掌空手道的这种转身。邱建良不愧是人人喜欢的搏击选手，不管对战的是什么样的高手，每一次都能临危不乱与对手展开激烈碰撞。有一点不可否认，邱建良的智商不是一般的高。2次神龙摆尾彻底让邱建良成为了人人敬仰的搏击战神。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